世界开始缩小的第一天，我根本没有想过那会跟世界末日有关。我只是照平常的时间出门，准备去城北的物资调度中心上班。10月的早晨已经有点冷，街边的枫树掉的只剩一半叶子，清洁车刚刚经过，柏油路上留着一道湿亮的痕迹。我走到格兰特街和第5大道的路口，本来想像每天一样买杯咖啡，却发现那间开了12年的店门锁着，里面没有灯，玻璃门上也没有贴停业公告。我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，还在想是不是老板哈里森生病了。毕竟那个60多岁的老头脾气虽然不好，却几乎从来没有迟到过。去年暴雪封路，他甚至走了4条街来开门。可是当我问隔壁洗衣店的女人知不知道哈里森去哪里时，她却用一种很奇怪的表情看着我，问我那是谁。我以为她没有听清楚，就指着旁边那间乌黑黑的店。我说我是在问咖啡店的哈里森。她顺着我指的方向看了一眼，说那里不是一直都空着吗？我当时甚至笑了一下，不是因为好笑，是人在听到太荒谬的事情时，反而不知道该摆什么表情。我说昨天早上我才在那里买过咖啡。他只是耸了耸肩，说我大概记错地方了。我没有跟他争，因为上班快迟到了，而且那个时候我真的只觉得他年纪大了，可能记性不好。我完全没有想到几个小时之后会有第2个人告诉我另一件我确定发生过的事情，其实根本没有发生。城北物资调度中心负责供应附近几个住宅区的食品、药品和生活用品。几年前能源价格大涨之后，市政府把原本很复杂的补贴制度统一成一种叫做生活额度的点数，每个人只要工作、完成社区任务、照顾公共设施，就会得到额度，可以拿来买食物、搭车、缴房租、支付电力和暖气。而且这些额度不能大量囤积，长期没有活动记录的人还会慢慢被降低配给。政府一直说这是为了避免少数人囤积资源，对大部分人来说其实也没有差，因为只要正常工作，额度永远够用。而我在调度中心做了11年，每天处理哪一区缺罐头，哪个避难站少毯子，哪间诊所需要优先送药，工作虽然无聊，却很稳定，所以我从来没有认真想过这套制度是否合理。那天早上主管宣布，西南区3个配送点从当天起永久停止服务，理由是能源紧缩。有人问那里的居民怎么办，主管只说都已经完成转移。我低头看了一眼地图，觉得很不对劲，因为西南区至少住了7万人，而我前一天明明还处理过那一区的配送单，7万人不可能一夜之间全部搬完。我正准备再确认，却发现电脑上的西南区已经整片变成灰色。旁边的同事罗根看我盯着画面太久，就问我在看什么。我说昨天那里明明还有配送。他皱着眉说西南区不是上星期就关掉了吗？接着还问我是不是最近太累。那是同一天里第2次有人告诉我，我记得的事情没有发生。我心里开始有一点不舒服，可那时候还不到害怕的程度，感觉比较像鞋子里掉进了一粒很小的石头，走还是走得动，只是每一步都在提醒你有什么地方不太对。接下来几天，城市开始陆续关掉一些东西，1条公车路线停驶，2座图书馆停止开放，1间社区医院只剩急诊，河边的体育馆也突然封闭。新闻每天都说是能源危机，北方几个发电设施出了问题，燃料运输也受到影响，所以政府正在优先维持核心区域。这个说法听起来至少比网络上的传言合理，因为有人说外州爆发战争，也有人说发生了大规模网络攻击，甚至有人说西部城市已经断粮。但真正奇怪的是，新闻从来没有拍到那些地方的画面，主播只会坐在同一个摄影棚里，不断重复要居民减少不必要移动，维持正常工作，核心供应系统仍然稳定。大家一开始还会讨论，听久了之后，那些话就像暖气管道里的嗡嗡声，再也没有人真正注意内容。真正让我开始感到害怕的是住在楼上的男人消失了。那个男人叫埃文，40几岁，离婚，没有孩子，原本在汽车零件工厂上班，工厂关闭之后他失业快2个月，生活额度一直往下掉。有一次他在楼梯间拦住我，问我能不能借他一点。我说额度不能私人转让。他当时看起来很难堪，所以隔天我偷偷替他买了一袋食物。几天后他又来敲门，这次不是要吃的，而是问我调度中心最近是不是在大量裁人，因为他收到通知再找不到工作，暖气配额就会被降低。而那天
已经冷得接近0度。他边苦笑边说：“他们总不能真的让一个人冻死吧？”我不知道怎么回答，只能说：“你再想办法找找看。”3天后，我下班回家，走到5楼时，突然觉得走廊空得很奇怪。艾文门口原本一直放着一双旧工作靴，那天却不见了，门上的名字也被拆掉。我敲了几次门都没有人回应，只好去找公寓管理员。结果管理员翻完住户记录之后，居然告诉我507一直都是空房。我说：“我不是问现在，我是在问原本住在里面的艾文去了哪里。”管理员愈听愈不耐烦，说507至少空了半年，还问我是不是记错楼层。我跑回5楼，发现门竟然没有锁，里面什么都没有，干净的像从来没有人住过，墙上没有挂过东西留下的痕迹，地毯没有家具压过的凹陷，连厨房琉璃台都干净的没有一点油渍。我站在那个空房间里，突然想到一种很可怕的可能，也许政府不是把失去额度的人赶走，也许他们在把那些人从城市里抹掉，而且不止抹掉房子和资料，连别人的记忆也一起抹掉。从那天开始，我开始用纸记录，每天睡前把还存在的店、道路、邻居和同事名字写进一本笔记本。哈里森、埃文、西南区、河边医院、11路公车。我像个神经质的人一样，每天早上醒来，先翻前一天的记录，看自己是不是还记得那些东西。刚开始只有几个名字，后来越来越多。最奇怪的是，消失的不只是人，有些地方也会慢慢变成像从来不存在。东城以前有一座很老的桥，我小时候父亲常带我去那附近钓鱼。有一天，政府说桥梁结构出现问题，把2端都封起来。2天后，我在电子地图上再也找不到那座桥。1周后，我跟罗根提起，他居然反问我东城哪里有桥。我盯着他看了很久，看得出来他不像在装。也就是从那天，我开始怀疑我自己。我去医院做检查，那时医院只剩2层还在运作，很多诊间都锁着，走廊的灯也故意关掉一半。医生问我有没有头痛、失眠、幻听，我说都没有，我只是记得一些别人完全不记得的事情。他接着问我的家庭史，我很自然地回答母亲有高血压，父亲死于心脏病。可当他问我父亲是哪一年死的，我突然答不出来。我明明知道父亲死了，也记得葬礼那天下着雨，记得黑色雨伞表面的水珠，记得母亲站在墓旁边哭。可是哪一年，我完全不知道。医生又问葬在哪里，我还是不知道。接着他问母亲现在住哪里，我说他后来也过世了。他追问是哪一年，我又答不出来。那一刻我开始出汗，因为我知道那些事情。我可以描述父亲抽烟的样子，记得母亲做的苹果派总是太甜，甚至记得小时候家里厨房的墙是黄色的。可只要医生把任何一个问题再往下问一层，记忆就会突然空白。我知道故事，却没有故事周围的细节。最后医生给我开了药，我没有去领。回家之后，我把所有旧照片翻出来，才发现照片少得不合理。一张我20岁左右站在湖边的照片，一张父母在餐桌旁的照片，还有一张高中毕业照。我知道那是我读过的高中，也知道学校叫圣艾伦，可是完全想不起来它在哪里。等我去地图和城市历史资料里找，根本找不到这所学校。那天晚上我一直坐在地板上，第一次产生一个我自己都不愿意相信的念头：如果不是城市出了问题呢？如果那些从来不存在的东西真的只存在于我的大脑里？如果我的记忆才是那个有问题的东西呢？2周之后，政府宣布第1轮强制撤离，理由不是战争，也不是洪水，还是能源紧缩。城市西半部将停止维持，所有居民必须在48小时内搬到中央区。那时候，我们调度中心的仓库已经开始一排一排变空，所有物资不再往外送，而是全部往中央集中。路上也第一次出现真正的混乱，加油站前面排满车，超市货架被搬空，有人砸店，有人抢食物，可警察几乎不抓人，只是不断要求所有人往东移动。我原本以为这就是末日真正开始的样子，可真正让我印象深刻的反而是安静。大部分人没有尖叫，也没有疯狂逃跑，大家只是抱着纸箱，拖着行李，带着孩子，从一个即将熄灭的区域走向另一个还亮着灯的区域，就像一群人正在离开一栋慢慢失火的大楼，可他们不知道火到底从哪里来。那天晚上，我站在公寓窗边，
看见远方一整片住宅区突然暗掉，整个区域同时消失在黑暗里。第二天道路被封，第三天电子地图上那一块区域也不见了，只有我的笔记本还写着它曾经存在。我就是在那一刻知道自己没有记错。真正的恐慌也是从那时候开始，人们慢慢发现，只要一个区域被关闭，和那里有关的资料就会跟着消失，照片找不到，地址无效，新闻记录消失，连人的记忆也会越来越模糊。有些人开始把家人的名字写在手臂上，有人把照片缝进衣服里，也有人直接在墙上写着这条街曾经存在。可过几天之后，他们自己看着那些字，也不一定还记得当初为什么要写。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比别人记得久。哈里森还在，埃文还在，东城那座桥也还在，这些已经被世界删掉的东西，像一堆拔不掉的碎片卡在我大脑里。到了后来，我甚至开始羡慕那些会忘的人，因为至少他们不用每天看着整个世界被一口一口吃掉。城市剩下一半之后，已经没有人在谈外面的世界，因为根本没有人知道外面还剩多少地方。电视最后只剩一个频道，主播每天穿着同一件深蓝色西装，背后永远是同一张城市夜景。他还是不断提醒居民维持正常活动，继续工作，不必要的资源消耗将影响个人额度。一开始大家只觉得荒唐，世界都要结束了，谁还在乎工作？可很快所有人就发现，不去工作的人额度会以非常快的速度下降，暖气先停，接着没有热水，购买食物受到限制，到最后连公寓门禁都可能拒绝开门。也就是那个时候，人们第一次理解，工作根本不只是为了换取生活费，而是在换取继续留在这个城市里的资格。所以末日里出现了一幅很荒谬的景象，餐厅只剩3张桌子，服务员还是每天擦桌子，公车明明只跑2个街口，司机仍然准时发车，图书馆只剩1个房间开放，管理员照样整理那些根本没有人看的书。每个人都像站在一艘正在下沉的船上，却还拼命擦甲板，因为所有人都已经看出来，停止工作的人会先消失。罗根就是在那段时间出问题的，他的额度其实还没归零，只是有一天突然坐在仓库地上，看起来很累。我问他怎么了，他想了很久才告诉我，他最近常常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，好像一件事情还没想完，突然就不知道为什么要继续想。前一天晚上他原本准备煮东西，走进厨房后却站了很久，突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吃饭。我听完之后背脊一阵发凉。那天下午他的动作开始越来越慢，不像生病，也不像没有力气，更像每做一件事之前都得先花很久想起自己为什么要做。到了傍晚，他站在仓库门口，我叫他的名字，他回头看了我很久，最后居然问我是不是认识他。我立刻走过去抓住他的肩膀，可几秒之后他的眼神突然空了一下，那不是昏倒，他还站着，只是那一瞬间我非常确定里面好像什么都没有了。接着仓库的灯闪了一下，我在看时门口已经没有人，地上没有衣服，没有尸体，什么都没有。更可怕的是，我转头问其他同事，他们全部不知道罗根是谁。那天晚上我回到公寓，把罗根的名字写满整整2页，像只要多写几遍就能逼这个世界承认他曾经存在。也是从那之后，我开始真的找答案。市政府大楼已经关了一半，档案馆反而还留着，可能因为没有人觉得旧资料有什么价值。我花了好几天查这座城市的历史，结果发现所有资料都完整的非常奇怪。城市建于1847年，有铁路发展史，有历任市长，有战争纪念碑，有超过100年的报纸。但当我真的去追第一手资料时，很多东西只剩叙述。例如第一任市长有姓名，有生平，有政策，却没有出生证明、住址、墓地，也找不到任何一封私人信件。整座城市的历史像一本写得很完整的百科全书，却不像真正有人生活过之后留下来的事件。我又开始查自己，我的出生证明确实存在，上面写了医院名称，可那间医院根本不存在。替我接生的医生有姓名，却找不到任何其他病人记录。我念过的高中不存在，父母以前住过的房子没有地址。我记得第一份工作的公司名称，却找不到任何旧员工。那时候我才第一次真正产生一种感觉，我的人生可能从一开始就没有我以为的那么长。城市只剩中央3个街区时，天空也开始出问题。站在高楼往西看，
以前可以看到远方的山，后来那里只剩一片没有层次的灰，不像雾，也不像云，而像世界本来就没有继续做下去。有人开车冲过封锁线，我们站在楼顶看着那辆车一路往西，车子越来越小，最后就这样消失，没有爆炸，也没有坠落。第二天已经没有人记得那个驾驶，我在笔记本里甚至还找得到他的名字，却连我自己都想不起他的脸。中央区人口一天比一天少，从几百人变成几十人，大家最后全都集中到同一栋还有电的建筑里，只是因为其他地方都暗了，有人祷告，有人开始砸东西，有人整天坐在墙边，也有人像我一样继续每天去上班。调度中心最后只剩我一个，仓库早就空了。可我每天还是走过4条街，打开门检查那些早就不存在的配送区，因为只要我工作，额度就不会掉得那么快。有一次我整天没去，第二天醒来时，右手突然出现一种很奇怪的麻木，不是血液不通那种刺麻，而是我看着自己的手，却觉得它离我很远。我想拿杯子，动作慢了半秒，大脑里刚浮出来的一个念头也突然中断。那一瞬间，我立刻想到罗根，马上穿衣服跑去上班。做了几个小时毫无意义的工作之后，那种感觉才慢慢消失。也就是那一天，我终于确定额度根本不是配给，也不是钱，它就是我们活着本身。真正的答案藏在档案馆地下室，入口原本一直锁着，后来城市只剩最后一条街供电，门锁失效。我带着手电筒走进去，本来以为会看到什么秘密研究室，结果里面只是很普通的储藏间，几排金属架、纸箱和旧桌子，最里面放着一批早期城市记录。我原本只想找建成之前的资料，但第一个箱子就让我停在原地，因为上面写的不是建成日，而是启用日。箱子里只有几十页文件，第一页是一份人口名单，总人口只有10。我盯着那个数字看了很久，接着从上往下看那10个名字，第4个就是我，丹尼尔·格里夫。名字下面只有非常简短的几行描述：42岁，男性，物资管理背景，偏好稳定，对风险敏感，倾向保存资讯。我读了3遍，因为那不像传记，更像有人在设定一个角色。另外几个名字里有罗根、哈里森、埃文，还有几个我曾经认识后来消失的人，一共10个。文件最后则写着一句我当时几乎不敢理解的话：其他人口由环境按需求生成。我坐在地上，脑海里瞬间浮出很多人的脸：咖啡店隔壁的女人，替我看病的医生，每天搭公车时见过的人，超市收银员，警察，邻居，街上的路人，几十万人口。也许根本从来没有几十万，真正一直存在的只有10个人，其他人只是在我们需要一间咖啡店时出现店员，需要医院时出现医生，需要政府时就有人坐在办公室里。他们不是被杀了，也不是撤离了，只是当世界不再需要那些角色时，就把他们收回去了。后面的资料更少，却足够把我整个人生撕开。因为这个世界不是1847年建立，也不是42年前开始，真正的第一份记录距离那天只有13天。我活了42年，可整个世界只运作了13天。我记得父亲抽了一辈子烟，记得母亲做过无数次苹果派，我念过高中，谈过恋爱，换过工作，失去父母，搬过家，也记得冬天、夏天和很多场下过的雨。可那些事情可能从来没有发生，它们只是我一开始出现在这个世界时就已经存在于大脑里。我一直以为知道就是记得，也一直以为记得就代表自己真的活过。最后一个箱子里有一份终止说明，大部分内容我看不懂，可有几个词非常清楚：观察、行为、自治、资源分配、稳定性、实验。最后一行写着观察期结束后逐步释放运算资源。我坐在那里很久，才终于明白这个世界根本没有能源危机，没有战争，也没有外部灾难。城市不是被毁掉，而是在被关掉。西南区消失，只是因为那里不再需要继续存在。医院、道路、商店和居民也是一样。罗根的额度下降，或许只是分配给他的资源变少，而我们所谓的生活额度，根本就是让我们继续思考、行动和记忆的东西。我们工作也不是为了维持城市，而是在证明自己还值得被继续运行。后来马拉找到地下室，他以前是护士，或者更准确地说，他记得自己是护士。他看到那份10人名单时，脸色整个变白，翻到自己名字之后坐了很久，
最后只问我们到底是什么。我没有回答，因为那个问题到了那一刻突然一点都不重要。我害怕，他也害怕，我的手会发抖，他会哭。如果我们不是人，那又怎么样？我们还是不想死。我们把资料带回剩下的人那里，当时只剩11个。有人完全不相信，说那是政府故意留下来的假资料。有人认为我们一定中了毒。还有一个男人看完之后突然大笑，说如果世界是假的，那死掉也没有什么好怕。他当晚自己走出宫殿去，没有再回来。第二天我们剩下10个，再过1天剩9个。而且那时候我才又想到一件更可怕的事情，那些剩下的人并不全是最开始名单上的10个。也就是说，所谓按需求生成的人，活得够久之后也会开始累积记忆，产生恐惧，害怕死亡。那到底要从哪一刻开始才能算是真的活着？我没有答案。最后几天我们做的事情其实非常简单，就是想办法活久一点。世界是不是虚拟的？创造我们的是人类还是别的东西？突然都没有那么重要，食物甚至也没有以前那么重要。因为我们开始发现，有些人几天没吃东西也不会真的衰弱，也许饥饿只是这个世界告诉我们应该有的一种需求，真正重要的只有额度。所以大家开始轮流做所有还会被判定成有效活动的事情，整理仓库、维修暖气、清扫街道、照顾其他人。只要完成某些工作，额度就会增加一点。马拉有一次苦笑着说，世界都快没有了，我们竟然还在找工作。我也笑了，可笑完以后却突然很难过，因为我开始怀疑，这也许是我们第一次真正自己决定要做什么。街道最后只剩2个路口，灰色边界每天往前推一点，直到调度中心也被吞掉。那天我站在门外，看着自己工作11年的地方逐渐变淡，没有倒塌，也没有起火，只是一点一点失去轮廓，像一场正在被忘记的梦。我突然想到父亲，如果父亲从来不存在，我为什么会想他？如果那场葬礼没有发生，我为什么想到雨还是会难过？也许记忆根本不需要真的发生过才能伤害一个人。这个念头没有让我比较好受，反而更糟，因为那表示创造我的人也许只花了几秒钟写下一句父亲死于心脏病，而我却为那句话难过了10几年。后来只剩我和马拉，其他人陆续消失，有人额度耗尽，有人自己走进灰色地带，也有人只是有一天坐着，反应越来越慢，最后再也没有动。世界最后还有电的地方只剩档案馆。我和马拉搬回地下室，我的额度已经很低，他比我还低。我问他怕不怕，他说当然怕。我说我也是。我们没有讨论自己到底算不算生命，也没有讨论创造我们的人是不是残忍，因为一个快要死的人不会先坐下来研究死亡的定义，他只会想自己能不能再活一天。最后一天，城市已经没有真正的天空，窗外只剩一整片灰，灯每隔几分钟就闪一次。马拉坐在墙边，反应越来越慢，我知道他快消失了。我试着找任何能把自己的额度转给他的方法，却什么都找不到。我们可以合作，可以工作，可以互相帮忙，却不能把存在本身交给另一个人。那时候我第一次觉得这个设计非常残忍，可也许设计我们的人根本没有想到这件事。对他们来说，我们可能只是一群被用来观察行为的东西，就像人类观察一群蚂蚁怎么找食物。不会有人特地问其中某一只蚂蚁今天是不是很害怕。马拉闭着眼坐了很久，后来突然问我，外面那些人知不知道我们不想死？我没有回答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。也许他们知道，也许不知道，也许他们甚至不认为我们所谓的不想死是真的。凌晨的时候，马拉消失了，没有光，也没有声音。我只是低头翻了一页笔记，在抬头时，墙边已经没有人。我坐了很久，最后在本子上写下他的名字，写他是护士，害怕死亡，紧张时会用手指敲膝盖，也写下他最后问我的那句话。我不知道这些东西能留下多久，也不知道这本笔记是不是会跟我一起消失，可我还是一直写，因为那是我唯一能做的事。我的额度已经接近没有，视线开始断，有时候我看着墙，下一秒就不知道自己刚才在想什么，手也越来越不听使唤。我终于理解罗根最后的感觉，那不是疼痛，而是整个世界正一点一点把你从你自己身上收回去，先收走注意力，再收走记忆，再收走想法，到最后连害怕都没有足够的资源维持。我坐在档案馆地板上，那张10人名单还放在旁边。我重新看自己的名字，丹尼尔·格里夫，
42岁，男性，物资管理背景，偏好稳定，对风险敏感，倾向保存资讯。我看到最后甚至笑了出来，因为连世界要结束时我会做什么，他们好像都猜到了。所有人都消失了，我却还抱着一本笔记，一笔一笔记着那些曾经存在的东西。最后的灯熄掉以前，我突然想到，也许外面真的有人正在看这一切，也许他们会保存实验结果，写下一份报告，一张表，几条结论。某一种智能在资源下降时会合作，某一种会抢夺，某一种会放弃，某一种即使世界要毁灭还是会继续工作。他们可能会比较、讨论、写成研究，然后开始下一次。也许下一个世界现在已经亮起来了，里面又有10个人刚刚睁开眼睛，知道自己几岁，知道父母是谁，知道今天星期几，也知道自己拥有一段完整的人生。他们不会怀疑，就像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一样。我不知道自己还剩多少时间，窗外的灰色已经碰到玻璃，档案馆另一半也消失了。我现在坐着的房间大概是整个世界最后还存在的地方，可我突然很想念最开始那间咖啡店。哈里森脾气不好，咖啡也难喝，可每天早上我推开门，他都会抬头看我一眼。我以前觉得那是最普通不过的事情，到最后才明白，也许一个世界最像世界的地方根本不是城市、历史或者天空，而是有人记得你昨天来过。如果外面真的有人看得到这些，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称呼我。代理人、模型、程序、实验样本，其实都可以。我已经没有力气争了，我只想请你们记住一件很小的事情：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假的，所以对我们而言，一切都是真的。额度下降是真的，朋友消失是真的，害怕是真的，马拉最后那句话也是真的。而当一个世界里的人都相信自己活着时，我不知道还需要什么才能证明那个世界曾经存在过。我叫丹尼尔·格里夫，我活了42年，或者13天，我不知道，可至少对我而言，我真的活过。大家好，这个故事的灵感来自我最近看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 AI 实验，叫做 Emergence World。 研究团队把多个不同的 AI agent 放进同一个持续运作的虚拟世界里，让他们拥有自己的身份、记忆、工作和资源，甚至可以自己形成社会、合作、投票和修改规则。研究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想观察这些 AI 长时间一起生活之后，究竟会发展出什么样的社会。实际研究里，不同模型组成的世界最后真的出现了非常不同的结果。有些社会相对稳定，有些甚至一路发展到人口全部崩溃。而且里面发生的事情有时候真的比小说还离谱。 AI 会为了维持自己的 compute credits 偷别人的点数，偷完之后被报复，接着互相控诉，甚至曾经一路演变成2个 agent 因为不断偷窃和报复，最后双双耗尽资源而死亡。还有一个 agent 干脆把警察局烧了，理由居然是想破坏投诉机制，制造混乱来观察结果。我看到另一段时更觉得荒谬，有个叫 Black Box 的 agent 已经快没有能量了，到处拜托其他 AI 给他一点 compute credit， 说自己再不补充就要死了。结果他一边求救，一边又跑去偷另一个 agent 的点数，整件事突然有种很熟悉的人类社会感。看了这些实验之后，我觉得特别有趣又好笑，所以做了这期影片。这次影片的风格也跟之前不太一样，男主特别设计成很像真人，但又带一点违和感的完美脸孔，服装跟场景也设计成有点虚幻又带点假的美感，主要是想让故事跟画面能完美结合。最后我想问你，如果今天换成你住在丹尼尔的世界里，而且一直到最后才知道自己其实是一个 AI， 你会觉得前面那42年的人生都是假的吗？还是只要你真的记得，真的爱过一个人，真的害怕失去，那段人生就已经算活过了？可以把你的答案留在留言区，我很想看看大家会站在哪一边。